白骨遍地的场景你可曾见过？在湖北的大山里有一处神秘的寨子，当地老人直言这是一处匪洞。蛮多人骨头啊？那这么多年了，一会儿那家虫就满出去了，还蛮多的。洞口高筑城墙，洞道深不可测，江湖人称周家寨。那么寨子深处的地道通向何方？又经历了怎样的扑朔迷离？今日随我进洞一探究竟。这是以前的一条古官道，直通这个周家匪寨。现在阿志和阿虎已经到了洞口。这个寨子呢是位于一面绝壁之下，地势可以说是非常的险要。面前呢是有一个大峡谷，这个峡谷下面还有一个天坑，对面呢就是一条公路。这个位置呢叫做元宝乡赤足村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看一下，真的是特别的壮观，特别的雄伟。我们看这个洞口是怎样布置的，哇塞，果然和老人说的一点误差都没有啊！这是一堵大石墙，但是是采用了这个毛石坎子，它这个石墙是砌了一半，洞口上面是留的还有自然采光的这样一个窗口啊。整体的洞口是非常大的，它的口面面积差不多是80来个平方。这边有一个石门，宽度大概有1.2米左右。这个城墙呢厚4米，上面是用的这个木料。木料我以这样看的话，它是采用了这个白树啊，还有漆树，都是非常结实的杂木。我们再看这个寨门，哇塞，这个青石上面都磨得非常非常光滑，这就说明进出寨子的人非常的多。因为来这里的难度并不是很大，所以来这里的人呢相对来说也要多一点。好，我们进入寨子内部一探究竟。可以看到这个寨门一直是延伸到了这个洞口，旁边呢有一路台阶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木栅栏。我们从这个台阶走上去，看一下这个城墙上面什么？看这个城墙上面有些什么样的风景？我们看一下，它并不是全部的石头，它是两边做的石头，中间填的土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对，感觉很坚固啊，这个上面要窄一点，它差不多是一个2.5米左右，它是呈一个梯形的这样一个布置，往上码砌的。这里看下去，它是有个斜面，这样的结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固的。我们再看洞口。这个洞口是非常非常的平坦，那里远远望去就有一个水井，这个周家匪寨里面的人呢取水用的一个水井。这边有个栅栏，可能是平时养一些牲口啊，或者是曾经的一个木屋，有可能啊，但是现在只有几根围柱和一非常简陋的一个栅栏呢。好，我们这时候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洞道深处一探究竟，走，出发。走。这就是我们在外面那个城墙上面看到的这个水井，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干净透彻。我们看，这是典型的一个喀斯特溶洞，这个洞壁都是石灰岩，这地上也有很多窝窝啊，这些探宝的真是无孔不入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洞道到了这里就分成了一个2层啊，这里是有台阶上来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平坦的洞道，可以看到那个转角处啊，非常的深邃。咱们继续前进。从这个围墙来看呢，这个周家匪寨呢建造十分的匆忙，这码的真的是手艺不怎么样啊，这可以说是手艺还不如我。这边搞了一堵围墙，这边应该是睡人的。这边还有瓦片，有很多瓦片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以前的那个千子瓦，也就是最传统的这个土木结构啊。在我们旧社会那个茅草房啊，变那个土房子，第一批工匠做出来的那种千子瓦，特别的好用啊，这种瓦。不知道这里面为什么会有瓦，因为这里也不漏雨啊。好。不多纠结，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现在进入洞口100多米了，这边又出现了一口水井，这个水非常的清澈见底呀。哦，还挺好看啊，这个
这个水从上面这样滴下来，这种感觉非常的唯美。这个洞道在这里变得非常窄了，主要是非常矮，这个洞道变得很矮了，但是看起来依然是有前进的路的。哦，这里有人走下去过的痕迹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里也有水，这个水资源挺丰富啊，这种喀斯特溶洞里面。继续前进，这里就是非常狭窄的这种甬道，这有可能是人工开凿的，就是说把这个碎石块啊，把钟乳石敲掉了之后形成的这种甬道。哇，这里就非常窄了，这里就很窄了，可以看到要趴着进去。这里非常的窄哦，这里应该就是那个村委书记说的那个门洞石。我要退着进去，这样退着进去是比较好的，它万一卡住了之后，你还可以往前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这里面空间很大，变大了，这里空间变大，它就是这个门槛非常的窄，这里面可以站起来了。过来，刚才是从这边爬过来的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厅。小洞厅，然后这个洞道又是这样往上去的，这里有走道啊，这边能听到这个阿虎他们在那边说话的声音呢。哇，这么大吗？这里还有木梯，这边来的人就非常的少了，可能。哇，那个一会儿红色一会儿蓝色的，那就是小蚱蜢啊。这里雾气很大，非常的潮湿。但是有漂亮的钟乳石啊，这种环境的话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们看这个木梯，你过来，这是主梯，这上面难道有洞道吗？没有洞道，但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木梯呢？搞不懂。这里有巨大的钟乳石从上而下，非常漂亮。哇塞！这里面空间很大哟，这里高度差不多有20来米，然后那个洞顶是有一个洞道往上去的，但是好像爬不上去。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里挖了这样一个坑下去，这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有可能是个盗洞，看到没有？一个盗洞哦，大概深度是1米多。这年代已经非常久远，可以看到这个土上面已经泛的有白色的这个硝粉。这边还有一个洞道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上去比较狭窄，这个洞呢，它也是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这样一个结构。我们看这个洞究竟是通往哪里？继续前进，这里好像是有人走过的这个痕迹。这边还有这个梯子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边一个洞道很窄啊，我准备上去看一下，因为这里有这个人踩的这个梯步，我可以上去看一下。可以。非常的窄，这里刚好容易人通过。哇塞！哦，这边把相机拿上来看一下。哎呀！这里非常的狭窄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不宽了，这有可能是以往的村民呢在这里敲过钟乳石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厅，里面有一些鹅管，洞道到这里就是死洞道了。我们继续探索其他的洞道，咱们这时候再原路返回啊，去探索其他的洞道。那个有盗洞的那个大厅呢，它右边还有一条洞道。
刚刚他们发现左边这里是一个洞道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进来的右边。我们下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周家匪寨的藏宝点究竟在哪里。走下去看一下，下去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小水裂缝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知识点呢，在这种小水坑的转角处，一般都会发现大量的骨头啊这些东西，有可能是兽骨啊，也有可能是白骨。所以在走这种小水坑的第一个潭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别一脚踩到那个白骨上面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继续前进。裂缝很窄啊，可能就30-40公分宽，但是还是可以走的，但不好走。这前面好像是越来越窄了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这个裂缝基本上就已经出头了。可以看到那个前面是非常狭窄的一个裂缝。再看这里，这里是一个竖井下去了，不知道这个竖井下面有什么，咱们下去探索一下。这边是个不太深的竖井，可以徒手下，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在这个洞中啊，各种情况都会遇到。这里我看了一下，它是一个差不多2个多平方的这样一个小水坑。然后是没有洞道继续往别处去了，比如说这里是已经探明了这个死洞道。好，可以把相机给我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看这个下面，这个竖井并不是很宽哦，它差不多是2个多平方，然后这边已经是死洞道了，可以看到。这个下面水是这样消失的。哇塞，这里好像是有骨头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骨头。骨头渣渣，一般如果洞穴里面有洞允的话，它就会在这种暗河消失的地方，这种积水潭里面。但是没有什么发现啊，我们原路返回。这边我查看了一下，这个竖井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周家匪寨它进来呢是差不多有2条支洞啊，进入这个大厅有2条支洞，但是左右都不是很深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溶洞啊，并不是有村民说的那么深。然后里面也没有发现过多的遗迹，也就是城墙那一块，有可能这个当时的这个周家匪寨里面的人呢，他是没有到这里面来进行过生产活动啊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啊，拜拜。这里是千里乌江上的一处神秘溶洞——乌家洞。相传100年前的密道深处，暗河纵横，自古无人进入其中。洞口处于悬崖底部，如今只能依赖绳索前往探秘。究竟暗河通向何处？悬崖仙草又是何物？跟着我的镜头，将此洞穴全程探明。我的队友在前面开道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面前呢，就是非常美丽的乌江。这条美丽的乌江不知孕育了多少神奇的传说。我们再看我脚下踩的这个石头，这是典型的火山岩。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岩浆的走向啊，它是斜着这样流下来的，而且里面还包含了一些不同的石质，看到没有？沟壑纵横，特别漂亮。哇，这里风景真的太美了。好，咱们继续出发，不多纠结了。这个林子真的很难钻啊，全部都是低矮灌木，而且是荆棘遍地。看这里，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这个东西叫蝉蜕，
就是那个支瘤啊，幼虫变成虫的，蜕了一层皮叫蝉蜕，这个也是一味中药。我们继续前进，马上就要登顶了。现在我们到了下降点啊，这时候呢已经是做好了锚点，然后我们身上是有这个绳索保护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环境，这里下去非常的高啊，可能在70米左右。我们现在准备布绳，做第1锚点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磨绳的地方要做第2锚点，然后就可以进入吴家洞一探究竟了。大家期不期待？因为从这里下去会有点磨绳啊，所以必须现在山里跳已经先下去探路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再过这个第1道锚点啊，因为这里有点磨绳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是摁在这个石头上面的。然后我下面呢是可以说是有几10米高啊，非常的危险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。现在呢，就下去了。我的天哪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！天哪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石豆兰啊，又称10米。好，我现在荡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还有。天哪，这太难得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只有这个悬崖绝壁才会有哦。然后这里还有，我的天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啊。但是我们不要去动它，我们继续下降。我的天，这太难得了，已经下了20-30米了，下面还是很高啊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公路了，胜利就在前方，咱们继续下降。最后一级平台啊，这里下去就能够到达那个洞口了，可以看到这个洞口呢，距离公路还有一个20-30米的距离，下面是悬崖绝壁，爬不上来啊，这样锁降是最好的方案。以前是有路上来的，但是现在路断掉了，上不来，就所有只有锁降。哦。现在成了一个秘境之地啊！现在咱们就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曾经呢是进这个吴家洞的一条小道，然后前面那里山里跳去看了一下，那里是挖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洞口，哇，有一个石墙啊，这边有个风筒，那现在这里面的风，这个是守门风吗？哦，守门风，我靠！是啊，这就是吴家洞啊，吴家洞的洞口呈一个金字形。是一个3角形的洞口，好，前面看着非常的深邃啊，可以看到那个洞口是从那里上行的。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这个洞口了，明显的是被打整过的啊，搞得非常的平整。这里曾经在旧社会应该是住过人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洞道深处去一探究竟。这里爬上来，洞道就变得非常的狭窄了啊，哇，这里有个密道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明显是有这个人为堆砌的痕迹。哇塞！然后里面好像还很深邃啊，这里被刨开了一个口子。那么这个密道里面有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狭窄的裂缝钻进去一探究竟。走，继续出发。哎，这非常的狭窄啊！哇，里面还很宽。我的天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阿志正在前进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围墙还用3合土封过。我们再看前面，它是非常扁狭的一个洞道，继续往深处延伸的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啊，高度不足1米啊，真的很憋屈。好，走吧，咱们继续出发。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，然后这里呢人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别的高啊，有3米左右。这是什么？右边有一个洞道。嚯，这里，我靠，这是个小坑吧？但是这个地上已经有了钟乳石，而且有这种非常小型的云盆。咱们继续前进。深不可测。我的天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想不到这个吴家洞里面是这种环境啊！要是那里堵死了，我们完全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大一个洞厅。石洞道了。啊？石洞道这里有一个水一个水池。水井。水井。我进去看一下。
走，这是一个非常远古的水井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都已经钙化了，这可能在雨季的时候这里还是有水的哦。是个什么情况？转弯了，转弯了，继续前进。要爬了。好，爬。哇，这前面空间很窄啊！看一下，哇塞，这真的很难钻哦。这里面这边是死洞道，哦，这不会就是乌家洞的最深处吧？我个去，看这个钟乳石好漂亮啊，上面一闪一闪的，非常的好看，而且这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，没有遭受过破坏。可以看到这里白色透亮，还正在生长啊。这洞顶呢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。哇，看这个，这上面像锯齿状一样，形似那个恐龙的背鳍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，我们刚刚从那个洞道退出来了，现在回到这个大洞厅，然后周围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。不会这个吴家洞就这么浅吧？这边下面看一下有没有洞道。锁降了这么远，然后下来了之后，如果洞道没多深，那就有点可惜了。快过来！什么？发现一个支洞。阿芝说发现了一个支洞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！什么情况？上面有一个小洞口，但是可以钻过去。试一下。来，这个洞道不足1米宽。看，就是从这里，刚好人可以钻过去。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情况。好，爬过去看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小心点啊！这个你要侧着身子，我感觉。哎，对，我也是这样感觉，但是很强。哇，那边很大一个洞厅。很大个洞厅吗？对，爬过去。啊！哎呀，我侧着身子。啊！哦嚯！这像我们上次钻那个脱身洞一样啊！对，这个什么环境？那边是个什么环境？多大一个洞厅？很大洞厅啊！对，好，那你把包接过去。好。包都卡不过去啊！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洞有多窄，这可能就1拃宽2拃高。我感觉你有点困难了，那试一下吧。你要比我还更快一点。脱身洞。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是有点难。这有没有像那个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面的那种感觉？对。好，来，哎呀，我勒个去哦！哎呀，哎，看这个下面有这个塑化玉，看到没有？特别漂亮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里是什么样的环境？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洞厅，然后这边有很多断裂的钟乳石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洞道是往下走了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这里来的人感觉非常的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钟乳石从上面塌下来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断裂的痕迹。哇塞，看这是什么？哇，这像是一个手把件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光滑啊！哇塞，不管它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下去一个小断崖，而且有很多稀泥。阿志已经在前面去了，咱们继续出发。前面什么情况？前面蛮稀哦，小心点哦。有稀泥吗？嚯！这里我感觉在雨季的时候，我现在是在水面以下，这上面有分界线了。我的天哪！继续前进。这里面会不会有那个搁浅的鱼哦？
你等一下我哈。嚯，前面洞道还宽不宽？宽，一人没突破。想不到吴家洞里面是这种环境，我估计我们是第一波来到这个洞里面这么深的人了。好香！前面什么情况？前面好像是个地下河，这种消水的，不知道最深是个什么情况。哎呦，慢一点，继续出发。这个水我感觉是往外流的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有别的出口。你说有可能有出口吗？对。那我们去那么多洞，最后都是消水洞，这个也可能是消水洞。看一下吧，我们必须干到洞道最深处。慢一点啊！你说这个吴家洞里面的这个水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刚刚爬过那个最狭窄的那个地方，它有没有那个水？下这种地方一定要这个手脚并用。哎，看我这个汗啊，我觉得这个洞里面太热了。看我这个汗，在滴呀，看到没有？看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前面往上去了。过来，什么？这有个小断层，断崖。但是可以下去。没带绳子哦，绳子全部在那个悬崖上面挂着的。这里应该可以徒手下来。下吧，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究竟是通到了哪里。我操，这个，小心呐，小心呐。哎，2米。2米高。嗯，能不能下？等一下。下。现在已经从这个上面下来了。哦，这是一个云盆，看到没有？对啊，这在雨季的时候肯定是有水把这里淹起来的。嗯，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的。走，咱们继续出发。哇，前面有光，前面有光，看到没有？走，出去！哇，我妈的，这是个悬崖，这里是个悬崖。断层啊！断层，又是断层啊！看到没有？哪里有光？我的天哪！吴家洞被我们全部探明了。我的天，这有点高啊！哇，看到那个出口就在前方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断崖下去，有3、4米啊。我们想点办法，看能不能下去。看这方方正正的卡门，我们现在下来了，前面就是出口，走，出发！啊，终于出来了！我的去，又钻穿了一个洞啊！说实话，穿这种洞，感觉非常的惊喜啊，有点成就感，特别有成就感。但是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？哇，很多夜明砂。洞口山就有很多夜明砂。这前面很多乱石啊，全部是乱石。我看到了公路的护栏，这有可能就是我们。哦，这不是啊，这是泥巴路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是哪里？这原来可能没穿，后来修路修穿了。对，我勒个去啊！看到没有？吴家洞是通往了这里啊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采石场，感觉。现在山里跳还等着我们回去啊，他没想到我们已经把这个洞给探明了，我的天！好，那到目前为止了，这个吴家洞就全部探明了。以往没有听老乡说这个洞有被探明的这个传说啊，可能是因为在雨季的时候，中间那个泥潭那里是有水堵住这个洞口的。他们说里面有暗河，但是可能我们来的刚好是时候啊，就通过了那个干涸的暗河，然后走到了公路的这一面。可以看到这个洞口是被炸出来的，要是没有修路爆破的话，可能这个洞口是被封住的，有可能这里曾经就是洞到了最深处，但是这个外面的山体被揭开了一层，所以呢，这个洞呢也就通到了这个山体外面啊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吴家洞全部探明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一处从未有探险者进入的绝壁山洞——睡仙洞。此洞地势极为险要，地处半崖中间，
当地老人透露，西夷先生成团老祖在此睡卧180年。胆子小到不得行，要会把爱的，要会把爱，会把爱的。我们都会点轻功。那么此洞的城墙遗迹是否为睡仙成团所留？今日我们采用专业装备严降此洞，实拍这处千年遗迹未解之谜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悬崖边上，我们先来分析这个睡仙洞的顶部啊是在哪里，然后呢再找这个结实的白树啊作为自然锚点，然后就可以锁降到那个睡仙洞里面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四周查看一下，准备开干。我作为先锋呢，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装备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！我们这都是全套装备上身啊，包括大家上次问的这个电锤是不是随身携带？实际上，这个对于攀岩这个极限运动来说的话，这都是保命的工具，都必须全身携带。好，出发！在这边做第一锚点啊。现在我已经下降到了第一平台啊，准备在这里做一个锚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横切过去，从这里下去应该就是那个洞口的正上方，然后下去还有180米的距离。好了，开镐啊！这时候要拿出我们的电锤，已经做好了锚点啊！注意，我现在身上是挂在这个石垛部上面的，虽然说这是一个平台，但是呢。咱们在过锚点的时候，必须要给它挂上牛尾，做一道保护啊，必须安全操作。而且呢，这里必须是给它锁紧，还是看不到洞口啊。而且这里下去是非常的高，100多米啊。我们现在要在这边做一个锚点，避免磨绳啊。然后呢，在下去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再看要不要打锚点横切。这种风景只有挂到这个岩壁上面才能欣赏得到哦。咱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开干。我的天哪！大家看这是什么？铁扫帚啊！这是非常非常名贵的中草药，传说要大几千块钱一斤啊！铁扫帚，哇，那里还有！我天哪！把你下上去，我降了大概20多米啊。这时候又来过保护站了，这时候换的是小蚱蜢继续开线啊，因为这长期一个人开线的话着不住，特别的累。现在咱们继续前进，兄弟们注意看啊，这个换锚点的时候，这个竹索啊一定要给它锁死啊，这里一定要锁死，因为这任何一点小的失误，有可能都会摔下去，必须要安全操作，必须安全操作啊！哇，这也太高了吧！现在就看到了这个睡仙洞的小洞口啊，而且我这里进去的话是有一个负角度的，我们要想办法。我现在已经能看到里面好像是有个灶台，这个会不会就是成团老祖做饭的地方呢？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睡了180年的床在哪里。走，咱们继续干。终于进来了，终于进来了！哇塞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大灶台。现在三里跳已经进去了啊！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大厅呢，大概是200多个平方，而且有很多人为遗迹。这个在无人机里面是看不到的啊！有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用无人机探，无人机在进入山体里面就没有信号了啊，那就会炸机。所以探索这种秘境，必须人要亲自到场。好，我们进去一探究竟。大家看，刚才我们无人机就是悬停到这个洞口的正前方啊，然后在靠近这个山体的时候，它就有强烈的磁场。这个下面是有人工码漆的坎子，然后我们去这个前面看一下。我现在是做了保护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看到没有？这下去还有大概100米高啊！我们刚才是低估了这个洞啊。我们80米的绳子用完了之后呢，而且这根绳子又用了20-30米，然后离地还是那么高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灶台，里面被烧得很红啊，这就说明曾经是在这里生了很多年的火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成团老祖的睡榻在哪里啊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是有一个，这不知道是个啥玩意儿，反正是用石头把砌的一个堆堆。
咱们看一下，这个右边有一个洞道，这边有一些坑洞，然后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洞道。再看这边，这边似乎就是一个隧塔，下面是镂空的，上面非常的平整。咱们上去看一看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床啊，会不会当年那个成团老祖就是在这里睡觉的呢？一睡就是180年，但是这上面非常的平整。如果睡了180年的话，应该是睡下去了一个坑，但是这里非常的平整，有可能这只是一个传说。这时候咱们就进入洞道深处去一探究竟。现在山里跳还在指导阿志同学下降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里有人挖的一个像水井一样的东西，而且这下面放着这个硝粉，看到没有？硝胺粉，哇！我的天哪！这边还有一个碗，我的天哪！这是北宋年间的碗吗？还是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碗？哦，又是罕见的这个天青色。我去，这里还有碗的碎片。和成团老祖睡了180年，但是他还是要吃饭的，有可能这就是他吃饭的碗。而且这边好像是有一个洞道。我去，哇！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鸟巢，这个是紫啸东的巢。紫啸东的话，它是一种特殊的鸟类啊，它可以采用回声定位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，哦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哇塞！哦，结束了吗？这里面我进去看一下。哇！这就是紫啸东的羽毛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只紫啸东的这个幼崽，可能在这里被什么猛兽吃掉了。这里面没有其他洞道了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死洞道。哇塞！原来这个成团老祖的睡仙洞啊，整体的结构就是这样。在左边那个洞我们还没去看，我们去看一下左边那个洞道。嚯，大家看。这有很多这个小老鼠的粪便，这便是左边这个洞道啊。那前面好像有石墙，看到没？有石墙。哇塞！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哇，我的天，这是一个寨子，寨子看到没有？这明显是人工码砌的石墙，而且这边有用毡子修凿过的痕迹，看到没有？这旁边还有一个门房。嚯，看到没？而且这外面看着好像也是悬崖，这个石门差不多是1.2米宽，它的高度差不多是2米。哇，嚯，我顶了！看到没有？这连通的是一个峡谷，这个，我操，岩壁中间的一个峡谷，看到没有？嚯，断崖前前。这用无人机看不到啊！这要看到了，我们降到这个峡谷里面不就好了吗？天哪！我勒个去！我勒个去！真的太神奇了！这走出来这边就是一个峡谷，而且也在这个半岩中间啊，上下都是绝壁。这个上面是悬崖，然后这个下面也是悬崖。天哪，这太神奇了！那么我们仔细查看了一下，这个睡仙洞啊，进来就一个大厅，然后分成了2条支洞，是成一个 Y 字形哦 ，Y 字形啊。然后右边那个洞道进去大概是20-30米深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左边那个洞道没想到出来有一道石门啊，曾经这里应该是封起来了，大概1.2米宽、2米高的这样一个石门。最后这个石门呢是通到了这个半岩中间的这个峡谷之中，所以说这个
睡仙洞的整体结构就是这样。我们这时候呢就，从这个绳子继续往上爬回去。那么本期的探索就到这里了。成团在里面睡了180年的这个故事啊，现在也无从考证了。那么这个就留给评论区的大神为我们一一解惑了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我们下期视频探索更精彩的化石洞。